He can make one point and he left the blood stains on the carpet. She ran at the table, he could see she was unable. So she ran to the bedroom, she was struck down, it was her doom. And are you okay? You okay? Are you okay? And are you okay? And you okay? Are you okay? And you okay? So and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And you okay? And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Annie? And are you okay? Will you dance? MJ 的服装造型我一直觉得大概可以分为两类啊，一种呢是类似于去年我们有聊过的危险之旅演唱会上修身贴身的夹克造型，色彩会更加鲜艳，设计很复杂。而另一种呢就是更加复古的西服与帽子的组合，其中呢我觉得最为经典的一定是来自于1988年犯罪高手 MV 中的白色西装。饿死是小情儿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总谈情怀啊，这一期呢更是经典中的经典，情怀中的情怀啊，由 INART 出品的迈克尔杰克逊犯罪高手。哦，这挺好看的啊！每次拆这个塑封的时候啊，小心一点，我就怕刮到内核。这次这个包装，我先下结论啊，非常漂亮，而且完全贴合于原本 MV 的那个主题，整体颜色和那个西服一致。正前方呢也有竖向的黑色条纹，在这个条纹下能看到这个 MJ 的一个侧脸的侧写。翻过来的话，圆形窗户加探照灯投射的那种效果啊，宝蓝色结合着一个舞蹈动作的剪影，很多经典的元素组合到了一起啊。其实这边才是正面啊。哎呀，你打开之后能看到它其实真的是做了2层的结构，里面有一个类似于卡纸啊，这个翻过来的话，红砖的墙面一样是 MV 中的布景、纸品以及说明书，这不多看，还给了一副白手套啊，这我就不戴了，天太热了。其实去年讲那个危险之旅还原度、细节精度来讲都是非常不错，包括头雕的制作，还有整体这个服饰的呈现上，其实对比而言的话也能发现之前危险之旅那个造型是更加华丽、更加复杂的，而犯罪高手呢更加复古、更加简洁一些，也可以说它的元素相对更简单，但是往往是更简单的设计却更难以通过1:6的方式去还原本身的质感。所以带着这样的疑问打开这款产品，拿出这个主体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这个服装的造型版型上首先一眼看上去还是很不错的啊。几个比较关键的点，从上到下啊，这个礼帽先不说啊，领口部分扎得足够紧，垫肩这个肩膀的造型，包括西服腰部的收腰，类似于9分裤的这样一个高度，整体这个造型上没问题。接呈现上足够有质感啊，就它这个白色并非那种很亮白，有一点点实用的感觉，就是有使用痕迹那种啊，不是说一个崭新那种效果。内里这个内衬宝蓝色的发色我觉得也是很亮眼的啊，这个很还原，小的纽扣也足够精致，线条方面也足够清晰，就它外表部分是几乎看不到明线的，只有像收腰这个地方绷起来的地方啊，你离近去看能看到一点点。也正因为它的剪裁很不错啊，所以说有2个好处，一个呢是在保证这个厚度的同时，贴身感很好，不会有那种臃肿的感觉吧，可能有点像一个1:6裁布去做的一套衣服。再一个呢，它对于这个可动的部分其实预留了很大的空间，超过90度以上再去曲肘不会有什么干预，包括于肩膀啊、腿部，自然这个堆叠和褶皱我觉得也很接近于实际的这个衣物。上衣下摆处也藏有铁丝这里的话就凹一点点动态那个效果，飘起来甩起来的那种，为它的整体形象还有动作更多的加分。这里也可以顺带讲一讲它的这个动态部分啊，可动部分。
摆出一些经典的舞蹈动作都可以实现的。而且这次我觉得它有专门强化这个素体的紧实度啊，基本上拎起来这个人物不会有什么散架和变形，也为这个大幅度动作提供一个优秀的支撑。但这里要强调2点，一个呢是因为服装本身还是受限于这种材质啊，在大的曲肘、屈膝的动态下还是会留下一定的褶子。个人是不太建议你长期的、很长时间的去这样把这个服装拧在一起。然后呢，本身的剪裁是刚刚好，很贴合、很贴身的，所以伸展开还是会露出这个腕部关节，需要自己再去进行一些调整。如果你是以拍照出片角度的话，就找一点好的位置，做一点借位，呈现效果一定更好。当然，与大幅度动态所搭配的一定还有手型，除了本体直接附带的这2个以外，额外还有8枚，左右手做出了造型上的区分。右手会缠有这种白色的类似于绷带的强化手部形象的这个造型设计，但指缘部分也就这个指甲根部的一些月牙状也有刻画出来，而且做的还都比较细致。我个人觉得这个手还是可以的。除此以外呢，头和脚的部分啊，脑袋上这个礼帽整体是一个偏硬壳硬质的材料，外表部分呢是类似于这种鸡皮绒或者说有点翻毛的这种刻画，线位或者说贴合感来讲很不错，即便倒过来这个帽子也不会掉下去啊。脚部分往上看，这个露出来这半截袜子也是宝蓝色，很忠实于原本设计。头雕的话反而是这个主体我觉得最不需要去多说的啊，不是说它表现不好，反而去和上一款去对比的话，我个人觉得这次头雕在形态上、皮肤表现上略胜一筹的，更好一点。或者说我更喜欢这个时期 MJ 的那个外观的这个形象，双柔刻画皮肤表现同样保持了一个高水准可动眼的设计，像是眼线啊、瞳孔啊这些部分不多强调了，外表去看几乎看不到什么穿帮。直发的处理上首先这个造型要和上一款是不同的，基础这个头发丝还是带一点卷曲，可能在开箱的时候会有一点毛草，需要自己再去做一点点打理。辫子部分实际不是一个新的结构了啊，我这次觉得前面垂下这个细小的刘海，这个弯曲的弧度，还有它打理出来的那个效果比较稳定的，而且在交接过渡这里，就两鬓这里其实是交发嘛，从肉眼去看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分别。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边缘处，也就腮帮这个位置啊，因为它本身也是个无波头雕，安装的时候尽量插到底，让它和脖颈有一个更紧密的衔接。其他配件上首先是麦克风啊，中心最长的这个杆子是用了一定的金属材质，上面这里可以转一转，杆子可以拉长。造型上不多说了，我觉得就是金属质感嘛，刻画的还算比较细致。最好玩最有趣的其实是这个地台部分啊，首先拿起来的话，它这个分量感还是很足，并且呢这个台面的高度我觉得不错，舞台那种效果吧。表面不多说了，就是仿照地板的纹理，这也是对应1988年那个犯罪高手 MV 里面的那个造型。最关键的能看到边缘处还有两个这个点位啊， MJ 在做那个45度倾斜时候的一个小机关。鞋底的部分也能看到有两个这个微型的凹槽，嵌套上摆出一个45度角的倾斜。就像刚才说的啊，它这个素体部分这次的紧实度是略紧一些，做出类似这种动作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支撑性。除了45度角的这个倾斜以外，你也可以利用这个小的机关做一些舞蹈动作，但是要注意一点呢，是它这个机构其实是还原本身舞台的这个机关的，并非一个完全把这个脚底板锁死的那种支撑性的玩具的一个机构啊，类似于杠杆原理吧，这个模型的自重向下压可以把它这个绷紧，一定要注意鞋底勾紧之后再松手撒手啊。除了圆形地台以外，这次额外还搭配了一个很大的配件啊，点唱机。这个形象上来讲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它用了很多这个分件嘛，类似于玻璃一样的透明的效果，本身很复古的花纹，包括有仿木的这种木纹。后方呢看到有 USB 的接口以及一个电源开关，这个点亮之后并没有很强的光亮啊，有点像那个很久以前理发店门口那个美发沙龙，有点像那个东西啊。整体就是很复古的一个大配件啊，当一个点缀和人物进行搭配是没问题的。整体而言的话，我觉得这款产品应该是目前1.6量产迈克尔杰克逊里最棒的一款。之前危险之旅的服装造型讲道理会更复杂更闪耀，但是头雕部分我个人觉得目前这款犯罪高手是更对我的胃口，还原程度和细节方面还是有一个进步的。服装上就见仁见智了，相比于之前那款会更简单一些，当然越简单这种造型其实更容易成为经典。有一些亦正亦邪呀，或者说完全邪恶的但是有魅力的反派都会去参照这个很鲜明的妆造，就礼帽搭配西服，尤其条纹西服的这一套啊，这也侧面反映出来这个服装的经典程度啊。想必现在如果提到 MJ 的话，很多人第一反应的还是这个犯罪高手这一身造型，也因为他一身这个白色，帽子上也有这种绒绒的表面啊，玩的时候保持手部干净。平时摆放的时候，官方也有一个提示，就是尽量不要让太阳直晒。玩法来讲，加上这个丰富的手型，很有趣的这个地台，可以做出很多经典的这个舞蹈动作。上手难度比我想象中要更低一些，以后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再出这个 MJ 其他的造型啊。我自己的话是希望能再往前一点去做啊，做那个颤栗 Thriller， 那个是我第一次看那个 MJ 的那个 MV 啊，很小时候当恐怖片当鬼片去看的，然后看开始边唱边跳了起来，当时其实一点不理解啊，但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如果说能够去做那一套的话，我自己会很开心。再去卷一卷的话，如果能把这个手腕关节的部分，这也就许个愿啊，如果能做出那种可动一体臂，兼顾于动态和一体性，那这个更加完美的一款产品了。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